他们是相爱50年还亲密到连女儿都看不下去的模范夫妻，可大妈却是整条街有名的高利贷放贷人。已经80岁的她掌握着整条街的高利贷业务，每天都会挨家挨户的收债。了解她的人一般都会乖乖的还钱，当然也有看她只是个老太婆想要赖账的人。面对老赖，她只是轻轻的告诉他，老赖本以为他只是在吓唬自己，可跟随他的眼神看过去，却发现家里早已经被塑料布盖好，俨然一副整理好的杀人现场的样子。接着他熟练地拿出一整套的作案工具，为男人挑出最适合他的刀具。男人想要逃跑，却被早已等在门外的女儿堵了回来。看着母女俩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男人立马从裤裆里掏出仅剩的钱给他们，希望他们能放自己一马。可大妈依然不肯善罢甘休。아니还不是当거요。왜요？但没想到的是，大妈说的竟然只是腌辣白菜，因为在自己家里烟会熏到老伴的眼睛，作为他没能还清债务的惩罚，就在他们家腌了。因为整条街几乎所有的店铺都被他逼要过欠款，所以大家只要一看到他就觉得触霉头，经常会朝他们泼水扔臭鱼烂菜，不过都会被他熟练的用伞挡下，然后警告他们很可能会再问自己借钱，所以不要把事情做绝。然而他在看到欠债人死了的时候，却根本不顾人家还在办丧礼，依然要进去要债。女人本以为是来吊唁父亲的礼貌的起身迎接，却没想到是来要债的。她激动地嚷道，就算是再怎么急也不能在人家丧礼期间要债。当看到欠债的数字就更无语了，为了区区37万韩元就让死人黄泉路上也不得安生。女人无语地把钱给了他，他抽出几万韩元想给丧主留下一些礼金，却被女人一把甩在他的脸上，并诅咒他死后一定会带着那些钱下地狱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捡起钱默默地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他问女儿天堂和地狱是不是真的存在，因为他害怕一辈子善良的老伴去了天堂，自己如果去地狱的话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女儿说她一定会去天堂。那时候的她天天都被酗酒的父亲打，是前去向父亲要债的养母知道后，拿债务换下了他的抚养权，并把她衣食无忧的养到这么大。在她的心目中，养母是最好的人，但也是最苦命的人。丈夫30岁就出了意外，半身不遂，她一照顾就是50年。即便是这样，她从来没感到厌烦，每天回到家都要花几个小时给老公做她最喜欢吃的饭，老公也会尽量开一些玩笑，想要逗老婆开心，即便那些玩笑并不好笑，海叔也会尽量的附和着。两人恩爱的嬉闹声总会让女儿不忍听下去，每当这时候，她都会用平底锅把自己拍晕，好躲避这无法避免的狗粮。为了能下辈子也跟丈夫在一起，她向上帝祈祷能让自己上天堂，却在冥冥中看到阴间使者去了她家。猫咪为了保护丈夫也被阴间使者带走，她急忙赶回家，好在老伴还活着，可猫咪却真的死了。她知道猫咪是为了保护老伴才死的，为了感谢猫咪，她特意为猫咪进行了隆重的葬礼。但她没想到的是，猫咪只是暂时阻止了阴间使者带走老伴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老伴就真的离开了，从此她的生活里再也没了希望，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。当有人再次向她扔咸菜时，她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完全倒下。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养女。就在又一次收债时，她发现女儿对欠债人的儿子一见钟情了。平时比男人还生猛的女儿，一见到男人就温柔的像小猫似的。于是他给女儿买了贵重的洋服，并安排她和那个男孩见面。女儿知道后也在心里窃喜，可谁知转眼她就在对方店门口打砸起来。原来海叔答应了他们，只要跟女儿在一起，他们欠的钱就不用还了，还会把自己存的钱给他们，帮他们开店。这分明是在安排后事。伤心过后，女儿也明白自己早晚都要面对，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趁母亲还在，让她教会自己挡下那些商贩攻击的技巧。就这样，在她学会之后，海叔就离开了。葬礼上来了一个女儿从来没有见过的人，而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阴间使者。海叔发现自己竟然全身都不痛，阴间使者告诉他，人死后什么也带不走，病痛也是一样。海叔听到后，首先就是为丈夫高兴，丈夫走的时候应该也不会痛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丈夫也是这个人送走的。丈夫走的时候满心想的也是他。很快他就登上了前往阴间的地铁，车上许多人都在祈祷着，希望能上天堂。在到达地狱站的时候，许多人都被吸了出去，即便他们在后悔生前的所作所为，再反抗不想下去都没有用。海叔觉得很快就该到自己了，直到列车的门关上，他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去天堂。通往天堂的安检会让他们留下生前的所有东西。老爷爷有一个陪伴自己20年的狗狗，他不想和狗狗分开。安检美女告诉他，即便他不带进去，也很快就能和狗狗见面。另一个大婶抱着自己毕生存的钱不肯放下，她因为没有钱，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。为了接回孩子，她一辈子都在疯狂工作，一点一滴的存钱。可她还没把钱给孩子就死了。她想让使者把这些钱转交给自己的孩子，不要让他因为没有钱过得像自己一样辛苦。还有一位消防员死死拿着氧气罩不肯放下，当使者想要强行夺走时，他才说出那不是给自己的，那是给那个小女孩的。他在大火中因为救一个小女孩被困，氧气已经仅剩下5分钟，他把面罩摁在女孩脸上，向队友发出求救信号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小女孩想把面罩给他，他拒绝了，他就想知道小女孩怎么样了。说着，一个小女孩就跑到了他的身边，他瞬间高兴之后立马就伤心起来，自己到最后还是没能救她。小女孩说自己没有人陪，只能自己一个人走，可她还不敢一个人睡觉。她问叔叔能不能像当时保护她那样陪她走下去。
可到了海叔的时候，她却发现自己什么难舍的东西都没有。她想问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，使者却只是让她一直走就行了。使者让她挑选一个想一起在天堂生活的人，如果对方也选择了她，那么他们就可以一起在天堂生活。但机会只有一次，不能更改。她毫不犹豫说出了丈夫的名字，不出意料，丈夫也选择了她。然后就是她想以多少岁在天堂生活。她想起自己在20到25岁是最漂亮的年纪，而25岁那年她和丈夫相遇，她想选25岁，可转念她又想起丈夫在临终前说，觉得80岁的她最美，所以她就选择了80岁。她的选择连使者都震惊了。很快她就被送到了丈夫居住的地方，但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开门的居然是20多岁的帅小伙。80岁的妻子刚和30岁的老公在天堂重逢，没想到次日就冒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情敌，这让本就容貌自卑的她顿感遭到了丈夫的背叛。原来海叔听信了丈夫临死前的鬼话，果断选择了以80岁的样子和丈夫再续前缘。可见到丈夫后，却发现丈夫选择了30岁的模样，她瞬间感觉天都塌了。不明所以的丈夫还问她为什么会没有任何变化，她只能不耐烦地谎称是自己填错了年纪。虽然丈夫对她现在的样子没有任何嫌弃，不断向她展示自己恢复年轻后的强壮身体，还背着她转起了圈圈。可越是这样，越让她感觉他们不像夫妻，倒像是母子。不论丈夫如何哄她，她都高兴不起来。看着镜子里那皱皱巴巴的脸，她一刻都不想再在屋子里待下去。可即便是到了外面，她也找不到一个像她这个年纪的人。所有人都选择了自己最美的年纪，只有她自己跟整个环境格格不入。更过分的是，有个黑衣女一直盯着她，好像在嘲笑她一样。面对挑衅，她果断选择应战，也死死地盯着对方，但却因为年纪大了，一会儿眼睛就开始干涩。就在她擦眼睛的一瞬间，黑衣女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更让她崩溃的是，在去迎新会的路上，所有人都对在天堂还能看到老奶奶感到好奇，这让本就不适应的她更加自卑。迎新会上，她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可女孩一说话就让她震惊了。小女孩竟是旁边女人的婆婆。海叔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反过来，原来女人生前患了重病被丈夫抛弃，是婆婆为她擦屎擦尿洗身体一照顾就是几年。婆婆为自己生了个丧良心的儿子，感到没脸见九泉之下的亲家母，可儿媳却觉得自己这辈子能遇到婆婆是最幸运的事。临死前，儿媳祈求婆婆下辈子一定要做自己的女儿，换自己来照顾她，来报答她的恩情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天堂终于实现了互换身份的愿望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可怜的养女英爱。那年他去找英爱的爸爸收债，却看到英爱独自拿调料包煮水喝，问他爸爸去哪了，他只是说不知道。海叔还以为那是他的爸爸为了躲债教他说的，于是说自己如果收不到钱就会住在他们家，直到收到钱为止。可他刚一躺下就发现屋里冷得像冰窖一样，半夜他生生被冻醒，想把脚伸到女孩的被子里取暖，才发现女孩盖的被子还没自己的衣服厚。心疼的他帮女孩升起了炉子，女孩也在那一刻确定他并不是个坏人。可他发现女孩去学校都不带便当，中午饿的时候就喝点自来水，于是他给女孩炖了鸡，并在接下来一直帮女孩准备午餐。几天过后，女孩的爸爸终于回了家，女孩却被爸爸打得满脸都是血，可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墙角。他问女孩为什么不哭，难道就不痛吗？女孩的回答让他更加破防。于是他拿债务换走了女孩的监护权。此时的英爱正因为思念他哭得撕心裂肺。迎新会结束后，他又看到了那个黑衣女人一直看着自己，女人的眼神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不断回想是不是自己放在结下的仇家，可一转眼女人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看到正和朋友攀谈的丈夫，她想要打招呼，可看到自己那皱皱巴巴的手，又想偷偷的逃离。可丈夫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热情地拉着她去吃饭。在这里只需要刷手背就能完成支付，在生前积累的所有功德都会像存款一样划入自己的账户。海叔很害怕，他不知道一直放贷的自己会不会没有钱。当听到支付成功的那一刻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他心中所想的餐点正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点的东西。他们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第一次约会的场景。老公觉得80岁的老婆依然是那么可爱，自己却拖累了他一辈子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窗外的天气给老婆做天气预报。可每次他告诉老婆今天天气很好不会下雨的时候，都偏偏会下起大雨。他连想给老婆送个伞都做不到。他真的很抱歉自己不仅不能帮他分担一点，还总是拖他后腿让他那么辛苦。可在海叔心里他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，自己还可以出去透透气，而他却只能待在家里。他们每天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每天海叔回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海叔看着老公帅气的脸庞就会褪去一天的疲惫，老公看着深爱的妻子也会对生活充满期待。就在老公想要给他一个爱的拥抱时，他却再次看到了那个黑衣女人。那晚他想着那个女人久久不能入睡，他悄悄走进了老公的房间，看着老公垂在床边的手，他想起了生前的样子。每当害怕的时候，他都会牵着老公的手入睡，但他不知道的是老公根本没有睡着。次日的迎新会上，因为丈夫要去工作提前离开，她只能独自面对。看着全是年轻人的会场，她尴尬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门口走进来一群老年人，
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圈子，就跟了上去。但他却发现这群人很奇怪，身后的老头一直闻个不停，他还以为是自己身上有难闻的气味。旁边的胖小伙还一个劲朝他手里递玩具。更奇怪的是，工作人员问他们是谁在小巷子里大便的，那人还没羞没臊的大方承认。就在他好奇在天堂怎么会有这么没素质的人时，女人又问是谁在电线杆旁撒尿的。身旁的小伙不仅大方承认，还展示着撒尿的动作。他问身旁的老太太是不是也是被老公给骗了，他的回答却让他更加摸不着头脑。 전 원래 늙어서 만났어서 주인이 알아보기 쉬우라고. 주인이요? 就在这时，身后的老头又开始闻个不停，他忍不住发脾气，告诉他自己是很注意卫生的。就在他心烦的时候，旁边的小伙再次把球递到他手里，他不耐烦地把球扔了出去，没想到却遭到了所有人的疯抢。他越来越看不懂是怎么回事。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让他们到门口集合，看着门外走进来的人，每个人脸上似乎都充满了期待。原来他们都是宠物狗，是在来天堂后暂时化成了人形。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待自己的主人很久了。一个小伙朝刚才的老头走来，伸出手让他闻自己的味道。老头这才认出眼前的主人，原来他是一只导盲犬。他用尽一生去保护小伙，直到自己老死。这也是小伙第一次看清保护自己一辈子的伙伴。最后只剩下随地大小便的那3只狗，原来他们在生前就是流浪狗，所以即便到了这里也没有陪他们的人。去休息的海叔再次见到了那个黑衣女孩，女孩依旧是直直的盯着他不说话，直到他推倒桌子上的矿泉水瓶。海叔一下就想起来了，原来是自己的黑猫索尼娅。索尼娅生气他一直都没认出自己，所以才没跟他说话。同时索尼娅也问出了那个令他扎心的问题。 근데 엄마 왜 그대로야? 她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老公跑了过来，她再也忍不住说出责怪老公的话。 당신 때문에 그랬잖아. 당신이 그때 나보고 지금이 제일 이쁘다고 했잖아. 可老公完全不记得自己说过那些话。他说即便海叔这样，自己也觉得他最美，可不论他怎么说都完全安慰不到海叔。于是他带着海叔到了支援中心，希望能把海叔变回年轻的样子。可工作人员却说选择的时候已经提醒过了，年龄是不能更改的，不论他是威胁还是套近乎，工作人员都坚决不给他改。于是海叔询问那能不能把老公变老。老公听到后瞬间就慌了。 그러면 이거 젊어지게 만드는 게 안 되면 늙어지게 만드는 것도 안 돼야 되는 거 아닙니까? 看到他不愿意，海叔生气的要离开。为了不让老婆失望，他只能含泪同意了把自己变老。可年龄不能变小，又怎么能变大呢？其实海叔并不讨厌他年轻的模样，看他有为自己变老的态度，他就很高兴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向海叔道了歉，因为他一直都知道海叔在外面放贷的事情，但他却一直假装不知道，以为他知道老婆是做什么的社工，曾向他说过海叔在市场上被泼水扔菜的事。可不能为老婆做任何事的他，只能假装不知道，甚至连哭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后来每天都说会下雨，让海叔带伞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够防身。那时他天天都盼着自己能够早点死，让海叔不要那么辛苦。听到他的话，海叔也终于对年龄的事释然了。但他不知道英爱因为太过思念他，走进了一个能与王者沟通的神婆店。神婆假装被海叔附体跟英爱对话，说自己不忍心把英爱独自留在这里，所以一直不忍升天。感动的英爱立马就要去陪他，英爱让他等着自己，转身就从楼上跳了下去。老公和海叔回到家，老公本来要给海叔一个惊喜，却冒出来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。女人见到老公就扑进了他的怀里，还说自己就是为了他才来这里的。本就不自信的海叔顿感丈夫背叛了自己。80岁的老太太在天堂见到了自己5岁时就死了的妈妈，没想到妈妈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她不明白从来没见过她长大后样子的妈妈为什么却能一眼认出她。妈妈却拿出了她结婚时的谢卡，她这才知道奶奶口中早就死了的妈妈一直在看着自己长大。可为什么自己5岁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？妈妈没有告诉她，只是转身去给她做她最喜欢的地瓜汤。吃着妈妈做的饭，她再也绷不住了。别人跟老公吵架都可以回娘家，可自己却只能忍着。妈妈看出她肯定是跟老公吵架了，问她为什么。原来天堂迎新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回忆房，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看尽自己一生的喜怒哀乐。当海叔带上回忆装置，时光一下就回到了那个童年的夏天。朋友告诉他，每天晚上都有个女鬼在水库边哭。当天晚上，他就自己一个人提着灯笼去了水库边，找了他半天的奶奶责问他为什么大半夜来这里。 엄마 보고 싶어서. 是你说的妈妈掉进水库死掉了，叫我不要再找她。可西域告诉我，这里有个掉进水里死掉的女鬼，我觉得那应该就是妈妈。长大后，奶奶借了一双邻居的皮鞋，让她去跟一个2婚的有钱老男人相亲，还说是为了他好，这样以后她就不用再吃苦了。就在去相亲的路上，老公拦下了她，死缠烂打说自己看上了她，要她跟自己去喝茶。当听说海叔是要去相亲，就让她跟自己打个赌，海叔坐公交自己跑步，如果自己比他先到相亲地点，就必须跟自己约会。这个阳光的男人一下就吸引了她。不过最终老公也没能跑赢公交车，不过他还是从老男人手里抢走了海叔。从此海叔终于过上了有人疼有人爱的生活。可好景不长，刚结婚不久后，老公就出了车祸。很快海叔就回忆完了自己那幸福且痛苦的一生，即便这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生，海叔还是觉得难以接受，自己明明那么努力生活，为什么却要承受那么多痛苦？中心主任告诉他，每个人都跟他一样，幸福回忆中隐藏着悲伤和难过，于是把他带到最后一个房间，生前所有的痛苦和心结都能在这里得到疗愈。疗愈结束之后，老公来接她回家，这一刻他们好像回到了刚认识那天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们看到一道彩虹架起了桥梁，无数狗狗通过彩虹桥奔向他们的主人，无论是主人先过来还是狗狗先过来，
他们都会在这里等着对方，并最终健康快乐的在这里生活。老公也承诺一定要帮海叔找到属于他的幸福。然而刚到家门口，一个漂亮的女人一头就扎进了老公怀里。生气的海叔拽着他们的头发痛骂，完全忘了天堂不让骂人的规定。几片花瓣这时从空中落下，原来老公是人间到天堂的列车员。第一次上班的时候，前辈提醒他，在车上一定要当做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到。可对面的女人总让他不自觉地看向他，不由自主地注意他。当到达地狱站的时候，女人被强大的吸力往外吸，她鬼使神差地把她救了下来。丈夫以为终于解释清楚了，长舒一口气，却没注意到她的话让海叔更加生气，不自觉地看向她，在意她。这不就是看上她年轻貌美了吗？海叔让女人滚回她该去的地方。可女人自从从天堂站下车之后，脑袋里就变得一片空白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了，唯一记得的就是老公告诉她的名字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把女人暂时安顿在家里。第二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海叔看到了那几片他揪着女人头发的花瓣，询问丈夫之后才知道，在天堂做了坏事之后就会有这样的葡萄掉下来，一旦集满6个就会被送去地狱，而她现在已经有4颗了。她让丈夫赶紧把女人处理好，不然自己马上就要地狱游了。没办法，老公把女人带到支援中心寻求帮助，却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，天堂已经开启了紧急状态，因为发现有逃脱者，只有从地狱逃脱到天堂的人才会失忆，而这类人在被抓到之后，会遭受到比地狱还痛苦的惩罚，甚至直接被毁灭。老公害怕自己受到牵连，毕竟是他把女人带到天堂的，所以不敢声张，又把女人带回了家。这让海叔实在忍不了了。一个陌生女人跑来说，只记得自己老公已经让她够郁闷，现在却还要让自己和那个女人住在一个屋檐下。她让老公赶紧把女人送走，不管她是下地狱还是去哪里都跟他们没关系。可老公却很为难。 당신이 언제부터 그렇게 인정 넘치는 사람이었다고? 自从你来到这里之后，就一直在对我生气。我每天都在看你的脸色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他的话彻底伤了海叔的心。海叔之所以伤心，不是因为女人，而是因为老公的态度。于是海叔决定离开这个家。他来到支援中心，想去找妈妈，可工作人员却说必须要对方同意才能让他过去，让他回家等待。再也不想回那个家的海叔，竟威胁起工作人员，为以免他再犯错误，主任为他开了绿灯。很快他就乘坐到达1950年的公车，到了妈妈生活的年代。可上了年纪的他走山路异常艰难，而且还是在夜里。主任看到他的状况，摁了下电脑。就这样，一轮圆月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黑夜瞬间像白天一样。他担心妈妈万一认不出自己怎么办，应该要白天去更好。随着主任手指一动，黑夜瞬间变成了白天。就这样，他跟妈妈见面了。她很后悔自己选择跟老公生活，跟妈妈在一起，就算这么老也无所谓，毕竟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妈妈，自己永远是妈妈的孩子。但老公却不一样，只会站在别人那一边。妈妈听完后，让他听听自己的故事。结婚没多久，老公就带回来个妖艳的女人。从那之后，他在家里就像个保姆，而那个女人却很快就怀了孕，并生下了孩子。但女人嫌带孩子累，就把孩子扔给了他。孩子每天都会在半夜哭个不停，他背着孩子在屋子里晃，那女人却嫌孩子吵。就这样，他每天晚上都会背着孩子在院子里睡觉。神奇的是，自己都没有怀过孩子，可随着孩子的哭闹，却有了奶水。慢慢的，他觉得女人比自己可怜，他连这么美好的东西都没抱过。后来，老公和女人去泡温泉，却在回来时火车脱轨死了。 걔가 나야? 我本来想着一个失去双亲的年幼孩子能有什么错，可对女人的恨让我还是很讨厌你跟着我叫我妈妈，但却发现没有你在身边，我根本睡不着，这让我很害怕。我害怕我会因为你离不开那个令我憎恨的家，我害怕我以后会恨你，会讨厌你，所以我就在一个很黑的夜里偷偷离开了。可我发现自己还是会忍不住想你，总是偷偷去看你，所以你的毕业典礼、你的婚礼我都有偷偷去。从那时我就知道血缘远没有缘分重要。听了妈妈的话，海叔似乎解开了对丈夫的心结。次日一早，她一打开门，就看到了来接她的老公。老公像从没见过的丈母娘行了大礼，就带着海叔回家了。而那个女人也在这时被抓她的人发现了。 오셨어요. 女孩用雨伞挡下羽毛球的动作，让海叔瞬间想起了自己的养女英爱。他怀疑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，可老公觉得那根本不可能，因为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代表英爱死了。一向强壮如牛的英爱怎么会这么早死呢？听了老公的话，他也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。可第二天，他却看到索尼娅和女孩一起在玩抓蝴蝶。要知道，索尼娅除了自己和英爱，是从来不跟其他人亲近的。当再次看到女孩晚上偷偷吃白米饭时，他从冰箱为女孩拿出了小菜，告诉她虽然还是不能让她把这里当自己家，可他们肯定是因为有着某种缘分才相遇的，所以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变得畏畏缩缩。当天晚上，女孩不断做噩梦，梦到自己被地狱使者抓走。害怕的她走进了海叔的房间，抱着海叔，并把手伸进海叔的兜里睡了起来。一觉醒来的海叔吓了一跳，那正是英爱从小到大改不了的习惯。 이거 무서워요. 于是他到支援中心查询英爱的消息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如果人还活着的话是查不到信息的。可很快工作人员就发现可以查到英爱的信息，可她的住址却不在天堂，可能是在地狱。海叔想起老公说过女人是他在地狱站救下来的，他瞬间觉得女孩肯定就是英爱，开始把女孩当成女儿对待。可老公觉得女孩不论是个性还是长相都跟英爱没有一点相像，海叔却认为这里是天堂，连索尼娅都能变成人，更何况是英爱改的相貌。他坚信女孩就是英爱。就在这时，天堂开始公开搜查地狱逃脱者。那3个流浪狗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，逃脱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气味跟天堂里的人不一样，这让他们瞬间想起了女孩。
他们想抓了女孩邀功，可此时的女孩为了迎合海叔嘴里英爱的霸道形象，也表现出蛮横的气势，吓得他们根本不敢靠近。于是炸酱想了个办法，和女孩成为一家人，然后趁她睡着的时候绑了她。于是他就叫住了乐俊，在他面前跳起了舞。他希望乐俊看他可爱能领养他，但他没想到因为海叔狗毛过敏，所以他们是不敢养狗的。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狗毛给剃了。可他刚剃完毛准备行动，指挥中心就收到了逃脱者的消息。女孩急忙躲进了衣柜，可教会里和海叔一块做礼拜的男人却把刀子抵在了海叔脖子上。原来男人生前有个非常相爱的老婆，可老婆却患了失智症，谁都不认识，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只是总是拿着2根筷子比来比去。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老婆，对老婆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可偏偏他又查出了大肠癌晚期，他不知道自己死后老婆要怎么办。纠结许久之后，他带老婆去高档酒店，点了2道他们一辈子都不舍得吃的菜，做了他们一辈子没做过的事。他告诉老婆，就是到了阴间也不要到处乱跑，要等着他，不要和他走散。做完一切之后，就把车开进了海里。可到了地狱之后，他却怎么都找不到老婆。他害怕失智的老婆无法照顾自己，所以才逃出地狱跑到这里。他只想知道老婆是不是在这里。如果老婆在天堂，知道老婆好好的，他就会回去接受任何惩罚。可这小小的要求，工作人员都不告诉他。中心主任告诉他，他的罪不是自杀，而是带走了他老婆的生命。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即便是生养他们的父母，也没有资格决定他们的生死。只要他在地狱接受完惩罚，就可能再次获得和老婆相见的机会。可如果他一意孤行，现在就会被毁灭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与此同时，乐俊在收集人间寄往天堂的信件时，收到了男人老婆给男人织的围巾，这也说明男人的老婆还没有死。他把圍巾给了男人，男人瞬间就想起来了，老婆患病前一直在给他织围巾，老婆得病后忘了所有东西，却还记得给他的围巾还没织完。 여기 와 있는 아내분 안 만날 거예요? 男人终于解开了心结，跟随地狱使者离开了天堂。可海叔回到家后却不见女孩的身影。当在衣柜里找到女孩，害怕的女孩一把就抱住了他，他也心疼地呼唤着英爱的名字。 영애야. 而那声呼唤直接传到了前往地狱之路的英爱的耳朵里。80岁老太太死后好不容易到了天堂，却仅仅1周就因屡屡犯错又被发配到地狱。赶来的丈夫想要救她，却根本无能为力。没办法，乐俊只能去找中心主任帮忙，但主任却告诉他，海叔本来就是介于天堂和地狱临界处的人，之所以被送往这里，就是想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他却没有把握住，他也无能为力。而且地狱是个没有任何词汇能准确形容的可怕存在，更不会对任何人宽恕和留情，即便是你强行把他带回来，也会像上次的朴哲敬一样重新被抓回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在地狱接受完该接受的惩罚。看着垂头丧气的乐俊，炸酱以为他听到地狱的可怕后不敢再去救海叔了，于是在安排好2个小弟后，就打算独自冒险去地狱，但他却低估了乐俊对海叔的感情。此时的海叔已经被送往了地狱，地狱跟井然有序一片祥和的天堂截然不同，到处都是打架和互殴的坏人，有的人刚到这里就被打死了。直到阎罗王出现，秩序才稍微得到维持。阎罗王告诉他们，在人间他们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，可在这里谁都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过。这里没有悬案，也没有死刑暂缓执行，更不会因为身份而得到特殊照顾。可不等他讲完，有个不服的人就骂骂咧咧叫嚣起来，说自己生前已经被判过刑坐过牢，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听他胡扯？ 저 새끼 주둥이 좀 어떻게 좀 해봐! 随着阎罗王一声令下，男人瞬间就被砍断了双腿，并生生撕烂了嘴巴。看着男人的惨状，没人再敢有丝毫造次。接着他们就会根据生前所犯下得罪，被分往不同的地狱。火汤地狱是让人在滚烫的铁水中饱受油炸痛苦的地狱，盗窃贼和杀人犯通常会被发往那里。拔舌地狱是给诈骗和说谎等用舌头犯罪的人所设，罪孽越深就会被拔越长的舌头。强盗、性侵杀人等重案犯会被发往寒冰地狱，让他们的身体被冰冻2亿年。合众地狱是发生不伦罪的人去的地狱，罪人会被放在2山之间，等待2山合在一起时被压死。叫唤地狱则是给那些酒后犯罪的人准备的，他们要在烧热的钢丝绳上走动，一旦坠落就会掉进几万度的熔岩。焦热地狱是用话语迷惑人的人去的地狱，主要是骗选票的政治人物或是邪教人士，不论哪一个都是让人活不下去又死不了的可怕地方。工作人员只需在每个人额头上轻轻一扫，就能看到他们被分往的地方。一个白发老头被分往了拔舌地狱，因为他用舌头杀了好几10个人；一对老夫妻被分往了火汤地狱；一对情侣被分往了合众地狱。还有一个人出现时，屏幕突然开始不断窜动，原来他是连环杀人犯，直接被来了个地狱全套组合。可到一个胖子时，却显示他是天堂人，原来他是在地狱站时看到别人下车就也跟着下了，于是工作人员给他开了一扇通往天堂的门。男人小心翼翼打开门，真的看到了天堂。一些人看到这一幕，前呼后拥，纷纷想逃往天堂。可当他们跑出去后，等待他们的却是火汤地狱。就在快要轮到海叔时，他看到了英爱的身影，他急忙去喊英爱，但却因为太过害怕和紧张，能发出来的声音特别小，英爱根本听不见。就在这时轮到了他，可他显示的却是未分类，未分类的人全部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房间。海叔没想到英爱也在这里，只是英爱已经被吓坏了，他急忙去安慰英爱，
未分类的人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还没有死，只是意外来做濒死体验，还有一种就是还不确定是否该下地狱。濒死体验者体验过后就会回人间，暂不确定的则要测量罪恶的重量再决定。在前往称重室的途中，他们经过了监控室，人类所犯下的所有罪都会在这里被记录下来。在人间可能会侥幸逃脱制裁，可在这里都会被一笔一笔清算。例如眼前这个男人，明明是因为嗑药撞死了人还肇事逃逸，却请了做过检察官的律师，做了假的精神耗弱的鉴定，因此被判了缓刑，逃脱了法律制裁。可他在被保释后却毫无反省之心，再次就错重犯。地狱使者一个动作就把他带到了地狱。此时的乐俊为了找海叔也到了地狱门口。当他听到地狱逃脱者的事后，不是害怕，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 부부는 함께해야 하는 거야. 그게 지옥이라고 해도. 但因为他是天堂的人，地狱根本不肯接收他。在他的一再坚持下，地狱使者同意让他寻找，但不会给他提供任何帮助。随后就把他放进了火汤地狱。看着这里的残酷景象，乐俊更加担心海叔。而此时的海叔就在他的上面，阎罗王正在让他参观这里的酷刑。而那对老夫妻一再声称自己是冤枉的，于是地狱使者就拿出了证据，他们生前曾领养过一个女儿，可却把女孩虐待到全身108处骨折。老夫妻瞬间无话可说。随后地狱使者让手下把他们弄到和女孩死时一样的状态，然后再扔进熔炉里。还有那对年轻夫妻，他们只是生活实在太苦了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所以才选择了自杀。可他们根本没杀过人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弄到这里。于是地狱使者拿出了他们女儿生前说的话： 엄마, 아빠, 나 살고 싶어요. 即便是父母也不能夺走子女的生命，所以他们才会在这里。最后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才出现的新地狱，这里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。可当地狱使者说出受害人的名字，他们瞬间傻眼了。他们就是现在出现的键盘侠，他们在网络上肆意网暴他人，致使女孩不堪网暴自杀，所以他们被做成了键盘，他们的头成了一个个按键被肆意按压。就在这时，乐俊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地府。 在知道他是来找妻子之后，阎罗王答应可以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把所有的地狱都经历一遍，就把他的妻子还给他。阎罗王以为乐俊肯定会放弃，但他没想到乐俊转身就跳进了熔岩之中。他明明是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，甚至想要自杀的高利贷主，可到天堂后，男人却对他千恩万谢。海叔也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之所以能上天堂，竟然是在放高利贷时留下的诸多福报。原来乐俊为救海叔跳下火汤地狱后，竟意外回到了天堂，而海叔在称重自己的罪恶时，恰好达到下地狱的50公斤。可当他看到伤心的英爱，忍不住流下了心疼的眼泪。然而就是那滴善良的泪水，让他的罪恶变成了49.99公斤，英爱的罪恶重量却是出奇的0，所以他们也被送回到了天堂。这下他知道了小旭和英爱不是同一个人。看到小旭和工作人员争吵，想要替自己去地狱受惩罚，海叔也非常感动。他没有再赶小旭走，只是让他慢慢的寻找记忆。可丈夫却因为私自跑去地狱找他，被天堂支援中心停了职。他自己又早已余额不足，难道在天堂还要饿肚子吗？主任告诉他，有些时候可能是自己忘了自己做过的善事，还有可能做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那时在做善事。那些积累就像是休眠账户，是可以找回来的。找回的方法就在迎新会时发的平板上。可当他打开平板，上面就像是超市的传单，1穗玉米就要5万韩元，一个发夹就要200万韩元。他们觉得那肯定是主任开的店，简直比自己放高利贷还黑。可这时却有个年轻的帅哥找他，原来男孩是没还完债就死了的那个老头。海叔在他丧礼时去收债，还被他女儿骂了一顿。当海叔被抓去地狱时，他恰好看到。 저분은 지옥에 갈 분이 아니에요. 知道海叔回来后特地来找他的。 이러고 나중에 죽어서 우리 아버지 만나면 안 부끄럽겠어? 海叔以为他在怪自己，刚想道歉却被男孩抢了先。他为女儿那天的态度向海叔道歉，并向海叔救了自己向他道谢。他本是个靠拾荒为生的孤寡老人，海叔每次去收账，虽然表面上凶神恶煞，可暗地里总让英爱去帮他。那天在还了海叔的钱之后，老头最后看了一眼墙上女儿的照片，想要结束自己悲苦的一生。可就在他已经准备好一切的时候，海叔却去而复返回来了。原来是刚才老头多给了钱，海叔回来还给他。凑巧看到了老头脖子上的绳子，海叔没有戳破，转身从袋子里拿了2穗玉米，并一再强调吃多了会不消化，让他今天吃一个，剩下一个明天再吃。他心里知道那是海叔在劝他一定要活到明天，而且自从那天之后，海叔每天都会带着2份东西去收债，每次都让他留一个明天吃。他做不到把海叔的好心扔掉，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又一个明天。他一直活到了寿终正寝，他的子女和兄弟姐妹都没有在意过他，海叔却让他感受到了还有人在意的温暖。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再见到海叔，报答他的恩情。男孩道谢之后，平板上的玉米就消失了，5万块也进入了海叔的账户。男孩的事情让他们明白了，平板上的每样东西都应该是跟他有关的一件事。于是他们根据平板上的地址，找到了白色发卡的地址。当看到女人的那一刻，海叔瞬间就想起来了，他同样是海叔还没有还清债务就死了的客户。海叔本想去灵堂找他的亲属要账，却在到了那里之后得知，女人连一个亲属都没有，因为没人缴费，殡仪馆还打算取消他的丧礼。海叔知道后，不但自己出钱为女人交了灵堂的费用，
还把欠自己钱的人都找来，用减免他们欠款为条件，让他们给女人举行简单的送别仪式，最后还亲自送女人下葬。女人真诚地向海叔表达了谢意，英爱非常高兴，因为如果多几个这样的他们就成大富翁了。可海叔却担心起来，他害怕自己欠了别人这样的恩情，却想不起来。英爱告诉他那些人也有平板，如果有他们迟早会找来的。海叔这才稍微释然。而在此时人间的一场婚礼上，新娘在送走自己的朋友之后，再也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。她和哥哥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，从来没见过妈妈，如今连结婚都只能是哥哥搀着她进礼堂，没有父母见证自己的婚礼多么遗憾。她越想越伤心，哥哥安慰她，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家庭，可从今天开始你就组建自己的家庭了，应该要开心才对。可不论哥哥怎么劝，她的眼泪都止不住。就在这时，作为天堂使者的乐俊给他们送来了一样东西，里面是2个存折，分别是他们2个的名字。为了接回孩子，他一辈子都在疯狂工作，一点一滴的存钱。可他还没把钱给孩子就死了。他想让使者把这些钱转交给自己的孩子，不要让他因为没有钱过得像自己一样辛苦。上面写着：亲爱的儿子女儿，妈妈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，我很想立刻冲向你们，我很想紧紧地抱着你们，可我却做不到啊，这让我不禁流泪。女孩终于敞开心扉举行了自己的婚礼，因为她知道她虽然看不到妈妈，但妈妈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看着她。自从真正的英爱回来后，小旭经常做同一个梦，梦到一个女人跳舞的画面，好像跟他的身份有关系，但他依旧想不起来。直到这天，他跟随乐俊去工作，看到一个人身后的图案正是他梦中的画面。那一刻，无数可怕的回忆涌上他的心头。80岁的老太太在天堂还要受到婆婆的刁难，相爱一辈子的夫妻却在天堂出现了婚姻危机。原来80岁的海叔和30岁丈夫的爱情故事上了天堂的电视节目，成了许多人羡慕的模范夫妻。然而还不等他们高兴，女嘉宾的一句话就打破了海叔的美梦。 천국에서 시어머니는 만나보셨어요? 得知婆婆也在天堂的海叔急忙问丈夫婆婆知不知道自己也来了这里。当听到婆婆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，并且住得离他们很远之后，才稍微放下心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决定把门口自己的名字挡起来。然而他刚一回头，就看到了找来的婆婆。 아가, 너냐? 因为婆婆并没有见过她变老后的样子，她还企图蒙混过去， 글쎄요, 전 처음 뵙는 분 같은데요. 但却忘了姜永远是老的辣。婆婆一个小心机就让她说了实话，她急忙谎称是因为婆婆变得太年轻了，自己一时没有认出来。可不懂事的丈夫却直接说她这样突然跑来会让海叔不高兴，弄得海叔尴尬到了极点。婆婆打开房门看了眼床上厚重的被子，海叔立马解释自己正打算换掉，接着又从橱柜里拿出锅看了半天，只是放回去时发出的声音就把海叔吓得够呛。接着又打开了空空的冰箱，海叔只能胆战心惊地说自己正打算好好整理。他以为肯定又要被婆婆骂，可婆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，可这却让他更加不安。婆婆走后，他就找来了新的门锁，非让乐俊把门锁换了，而且不能告诉婆婆密码。乐俊不明白，难道婆婆和儿媳就真的不能和睦相处吗？再说妈妈也并没有对他做出过分的事情，可不管他怎么说都改变不了海叔的心意，他只能乖乖的去换门锁。可第二天，海叔一进家门就看到了婆婆的鞋子，他进到房间发现婆婆正在给他们换被子。 제가 할 일인데 알면 됐다. 婆婆还带来了许多小菜，叮嘱她不要吃得太辣或者太咸。在人间不好的事在这里也是一样，甚至连锅碗瓢盆全部都换了一遍。海叔像个做错事的小孩，连大气也不敢喘。直到老公回家，她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，可老公开口就要说她这样会让海叔不高兴，吓得海叔急忙把她推进屋里换衣服。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看到婆婆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，可海叔看到老公穿的衣服后，又急忙把她推进了屋里。他害怕婆婆骂他让老公穿得像个乞丐，让老公赶紧换身好的，却没想到老公一身西装革履出现在了饭桌上。 너 애 잤냐? 아니요. 乐俊想要帮海叔洗碗，海叔怕被婆婆看到，急忙赶他走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 안 떨어졌냐? 저거 들락날락 그러는데. 乐俊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让妈妈必须转变思想。人家有的婆婆跟儿媳一起逛街洗桑拿，妈妈说看来我也要做个新时代的女性。她让海叔明天在家里等着她，跟她一起去个地方。可海叔心里却害怕到了极点。第二天，海叔早早就出了门，他到牧师那里先是挖地瓜，又是做辣白菜， 오늘 안에는 오겠지 뭐. 最后看时间还早又做了甜米露，直到觉得婆婆应该回家了才回去。而婆婆在家里整整等了她一天。她知道海叔肯定是在故意躲着她，她也知道自己以前对海叔不好，可我也是跟自己的婆婆学的。我以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，原本自己吃过那些苦，就不应该再那样对自己的儿媳，可自己却做不了新时代女性。直到那天在电视上看到海叔来了，还是用那副老年的身躯，而乐俊却是年轻的状态。我很好奇，就想来看看。看着他用那副那么老的身躯，还要叠那么重的被子，拿那么重的锅盘，我害怕海叔会累垮，所以我才想给他们换了。可我却没想到别人不一定能理解我的用心。海叔只要看到我就很不高兴，连乐俊也会手足无措。我也觉得很尴尬。他让乐俊告诉海叔，自己不会再来了，他可以放心了。有我这样的婆婆，还要照顾生病的你，她辛苦了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应该给她颁奖才对。即便再怎么吵吵闹闹，只要你们过得开心，就是最大的孝顺。最后还让乐俊也不要再去整她。看着妈妈离开的身影，乐俊非常心疼。当海叔回来时，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开心的迎接。他问海叔，既然喜欢自己，为什么不能连妈妈一起喜欢，哪怕是试一试？可他连试都不愿意试。乐俊第一次对海叔生气，第二天出门时也没有再理他。
而乐俊和小旭的关系却在一天天的相处中越来越近。死后到天堂的女人竟然是个杀人犯。饺子作为第一个可以转世的狗狗，有许多富贵人家可以选，可他却偏偏找了个流浪汉。原来流浪狗3人组成了天堂的向导犬，负责为新来的狗狗做向导。眼光犀利的炸酱一眼便能看出所有狗狗的不同。一个一直打圈的狗狗是因为一辈子都被绑着，所以以为自己的世界范围就只有狗绳那么长，而旁边那个毛光滑顺溜又有光泽的狗狗，一看生前就受尽了宠爱。而角落里毛干燥凌乱又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戒的3只狗，一看就是被弃养的模样。一直坐在门后的那只狗狗，则是因为主人独居又忙碌，它们一整天都在等待主人回家，这也就导致它们普遍都有分离焦虑症。它孤单的身影让饺子感触颇深，这也成了他选择转世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天堂为他们专门设立了恶习矫正中心，他们生前那些喜欢叼鞋和吃屎的坏习惯，都会在这里得以改正，以便能更好的转世投胎。还有心理创伤治疗室，那里有许多可能在生前伤害过他们的工具，在这里他们会慢慢习惯，不再害怕那些东西。治疗师正在对3只流浪狗进行治疗，因为流浪狗是最容易丧失尊严的狗狗。治疗师让他们多写称赞自己的日记，帮助他们树立自信，还让他们勇敢地念出来。在治疗师的鼓励下，第一只狗狗勇敢站了起来。我要称赞自己不会再因为一点微小的声音就吓到，我要称赞自己不会再一看到石头就害怕被砸。而第2只狗狗笑着念完就哭了起来，因为它写的是：我要称赞自己不再害怕那些喝醉酒就无缘无故踢我的人，那是饱含了多少辛酸和屈辱的日子。最后一只狗狗的日记更是让现场的所有狗狗落泪。我要称赞自己不再怨恨把我抓到流浪动物中心的员工，我要称赞自己不会埋怨所有不领养我的人，我要称赞自己能够理解帮我安乐死的医生，我还要称赞自己原谅了抛弃我的主人。可惜他们在人间的时候只能以狗狗的样子生活，不然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情绪发到社交平台上，那样的话他们就能收到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。他的话让炸酱似乎看到了自己。当他们参观到分离焦虑症治疗中心时，明奇一看到门就跑过去蹲在了门后。我要在这里等妈妈，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怕我无聊都会把电视给我打开，还会放许多玩具给我玩，也会藏一些零食让我自己找来吃，可我总觉得一点都不好玩。电视只有跟妈妈一起看才好看，玩具也只有跟妈妈一起玩才好玩，零食也只有妈妈喂的才好吃，所以我总是一等就是一天。所有狗狗在接受完治疗之后，都会在这里等待自己的主人，在这里和主人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完成所有一切之后，就会走进转世投胎门，但也不是随时都能转世，等到符合资格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发光。话刚说完，饺子的身体就开始发起了光，但因为前世过得太过悲惨，饺子却不想转世，他只想和自己的2个哥哥永远待在一起。可天堂主任告诉他，天堂并不能长期生活，这里只是他们走向下个阶段的过渡。但是饺子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转世的地点和品种，虽然上面有富豪家，还有牧羊犬等一大堆选择，可饺子却不知道该怎么选。就在这时，乐俊接到主任的任务，让他带饺子去人间一趟。在那里他见到了明奇的妈妈，他正因为思念明奇流泪，女人还把他错认成了明奇，他也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明奇。明奇每天都在等他，他总想着有空了再陪他玩，可直到明奇离开，他都没有陪明奇玩过几次。乐俊拿出天堂明信片，让女人写下自己想说却还没来得及说的话，也许写下来心里就会平静些。我记得的只有我没能为他做的事，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后悔，希望他在天上能够过得幸福。很快在天堂的明奇就看到了妈妈写给他的信，并给妈妈写了回信。 내 힘든 과거를 보듬어 함께 보내준 하늘 아래에 있는 주인이 너무 보고 싶어요. 我记得的就只有他对我的好，内心充满着爱的回忆，一定要过得像我一样幸福。明奇和妈妈的故事让饺子感触颇深，他不顾2个哥哥的反对，选择了一个流浪汉。男人虽然没有钱，却能时时刻刻陪着他，电视总是和他一起看，玩具跟他一起玩，零食也总是亲手喂他吃，他不用每天都等着主人回家。虽然过不上好的生活，吃不到好的饲料，可时时刻刻的陪伴又怎么说不是一种幸福呢？他明明是一个触碰不到任何人间事物的天堂人，却差点把一个老头掐死。乐俊也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从小旭手里救下的老头，竟是他们共同的仇人。而他在帮小旭寻找记忆的过程中，竟让小旭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。原来那天小旭在见到花衣服老头之后，脑子里就涌现出一段可怕的回忆，压抑不住的愤怒让他像回忆里那样死死地掐住对方的脖子。幸好乐俊及时出现，才阻止了他铸成大错。自那之后，他一直很害怕，害怕自己真的会是坏人。为了尽快找回记忆，他每天都会跟乐俊去人间，而海叔那边却因为婆媳事件，乐俊一直都在和他冷战。海叔以为没有自己给老公打点，他肯定不是忘怀表就是忘手帕，但他不知道他不管之后，小旭一直都有帮老公收拾。英爱也提醒他，小旭和乐俊一起行动越来越自然了。郁闷的海叔去找牧师喝了很多酒，那晚海叔借着酒劲说了很多。跟婆婆在一起住的时候，他每次都把鱼头推给我，你推到我面前让我吃的菜，他都会再给你推回去。所以后来我一坐上餐桌就夹鱼中间的肉吃，然后他就说我难道娘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他明知道我没有娘家还这样说，所以我很伤心，我觉得只有自己不是这个家的人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偷偷喝酒的。听了海叔的话，乐俊非常心疼，很后悔自己跟老婆闹脾气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起来给海叔熬醒酒汤，两人终于重归于好。
海叔也决定去给婆婆道歉，可到了婆婆那里才知道，婆婆已经提交了转世申请。小旭看到一个婴儿的玩具掉在了地上，他想去捡，却怎么也摸不到。看到这一幕的乐俊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，他这才捡起了玩具。他把玩具还给小娃娃，可当小娃娃的手碰到他的那一刻，他瞬间有种伤心到撕心裂肺的感觉。乐俊告诉他，可能是他跟小孩子有着某种缘分，就像我一样，我见到过许多会在地狱站下车的人，可唯独你让我情不自禁去抓了回来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像你脑子里那些不知道原因的情感一样，但我觉得这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缘分。就在这时，乐俊看到一个很像花衣服男人的人，他急忙把小旭往身后拉，想要保护小旭。看着这个不断帮助自己的男人，小旭滋生出一种不一样的情感。他凭借记忆编了2个戒指，送给了乐俊一个作为感谢。那晚小旭久久不能入睡，他知道这份感情不对，可自己已经无法控制，于是他找到牧师，想要忏悔自己的罪过。 좋아해선 안 되는 사람을 좋아하게 된 것 같아요. 知道妈妈要转世的乐俊非常伤心，他才刚跟妈妈见面，妈妈就又要离开了。他不断安慰自己，妈妈只是转世又不是死了。可一想到妈妈转世之后就再也不记得自己了，他还是没办法不伤心。第二天，他和海叔一起去送妈妈。每个人都会根据之前几世的经历，有着不同的下一世的选择，但只能选择资料上的几种。可有个男人却让工作人员很无奈，他没有选择资料上任何一个选项，而是自己写下要做马斯克的儿子，或者川普的女婿，还把下辈子女友的身高、肤色3维都写了下来。工作人员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。等到妈妈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又吃了一惊。乐俊这才知道妈妈选了个极为悲惨的人生，他想让妈妈换掉，可妈妈就是不听。他们的吵闹惊动了中心主任，他们想让主任劝妈妈改掉，可天堂主任却觉得那可能是正确的选择，因为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次，而是这样不断转世的反反复复。这辈子所做的恶会在下辈子偿还，这辈子所积的善会在来世得到回报。这辈子如果活得安逸，那下辈子就会很艰辛。像妈妈这样一辈子吃完几辈子的苦，也许能换来好几世的安逸。听了主任的话，他们才放下心。转世之前，他们都会看到自己前面几世的姻缘，他们这才发现婆婆和海叔已经有着好几世的纠葛。之前海叔曾是婆婆的婆婆，还生生逼死了婆婆。相比来说，这一世婆婆对海叔做的事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在无尽的不舍中，他们送走了妈妈。回到家的海叔在整理衣服时，发现了老公衣服里跟小旭一样的戒指。乐俊在人间又碰到了差点被小旭掐死的那个老头。可当老头说出自己的名字，乐俊和小旭都瞬间愤怒到了极点。 80岁老太太这一世收养的小女孩，上一世竟然是她的亲生母亲。原来乐俊在人间遇到了江正九，一瞬间不好的记忆就涌了出来，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了他是谁，震惊他为何还是年轻的样貌。与此同时，失忆的小旭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此时身体像被法术控制一般动荡不得。在路人的帮助下，江正九挣脱了束缚，掉头就跑的同时还不忘嘲讽乐俊，当时又不是只有他那样，不那么做的才是傻瓜。就在过马路的时候，被疾驰而过的汽车当场撞死。天堂使者犯错导致人类死于非命，可是重罪，最高可以判处灵魂消散的惩罚。然而乐俊却顾不上那么多，薅着江正九的衣领质问把他贩卖到了哪里。可老头刚死，对海叔老公的怨念极重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就想索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地狱化的小旭从后面把江正九给拎了起来。接送亡魂的使者突然出现，恰好看到了发生的一幕，抬手就打算将小旭的灵魂打散。幸亏乐俊及时制止，这才成功的阻止了他犯错。但使者好心提醒，这里注意提醒的是2个人，一个无法回到那里，就算回去也会被消灭，而另一个天堂绝对不被侵扰。镜头一转，乐俊因此丢了工作，而小旭对他的情感反倒是更深了。另外一边，海叔望着那2枚一模一样的戒指，不断的自我催眠，只不过是普通的野花编织品，戴的又不是成对的金戒指。他相信小旭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应该会有自知之明，从而死心。然而第2天一大早，小旭和乐俊假装上班的时候，对他说了一些悄悄话。虽然原片没有放具体说了什么，但乐俊听完后对他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，甚至刻意与海叔亲近，似乎在用这个行为拒绝什么。次日，天堂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这人正是从小就虐待女儿的父亲。英爱看到他以后，本能的跑回海叔的家，蹲坐在角落里止不住的颤抖。童年的记忆不断的迫使他不敢发出丁点声音。海叔见状立即冲到外面，和丈夫一起把英爱爸拦在了门口。声色俱厉的轰禽兽父亲立即离开，然而英爱爸说什么都不肯走，声泪俱下的嚷嚷有句话想对女儿说，然而由于他发出的嘶吼，不自主的让英爱想起了小时候，他为了逃避父亲的毒打，躲进了柜子里。时间一晃到了第2天，英爱爸坐在门口，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此时英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一把拉起父亲就要找中心主任问个清楚。他不明白，一个恶贯满盈、本该在地狱接受惩罚的罪人，凭什么可以在天堂明目张胆的四处闲逛？没想到中心主任却表示，英爱爸已经走完了地狱的流程了，而到天堂则是对他最后的惩罚。他要在这里接受女儿的指责，感受悲伤与痛苦。英爱认为这种人不配做父亲。他被海叔收养后，他还是会以各种办法勒索钱财。有时候英爱觉得对不起海叔，甚至觉得自己就不该出生。他不明白必须得原谅这样的人吗？
对于这个问题，中心主任没有回答。不过他提醒英爱，无论怎样，父亲都会轮回。转世的目的不是再续前缘，而是将前世就连地狱之火都烧不尽的过错改正和了结。或许心里会觉得委屈，但轮回还是会继续下去。为此，中心主任公开了二人上一世的关系。也正因为结局不好，这一世才会成为父女。夹在中间的受害者却是海叔。没错，英爱爸上一世是海叔的父亲，而英爱则是父亲领回来的情人，海叔真正意义上的生母。上一世的记忆随着烛光一下子全都涌进了英爱的脑海里。离开天堂中心的时候，英爱告诉父亲，二人没脸面得到女儿的原谅，所以各自带着各自的罪过忏悔了。没想到英爱把关心的却是这一世的女儿有没有原谅他，那副不要脸的样子都把英爱给气笑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英爱回想起了她上一世的一生。她本是一名歌姬，厌倦了对男人陪酒卖笑，所以对别人的位置起了贪念。没过多久就凭借着怀孕，摆脱了来历不明贱妾的骂名，后来便产下了家里唯一的血脉海叔。她担心成为正是那样的黄脸婆，所以从来都不带亲生女儿。然而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又怎么会不心疼呢？每天看着孩子在别人身边茁壮成长，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，于是便总是趁着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的抱一抱海叔。久而久之，她的贪念发生了变化，想要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位母亲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，就在她和丈夫出门旅行，想要给女儿买双鞋子的那天，火车脱轨发生了意外，留下了还不懂事的女儿海叔。当天夜里，英爱抱着80岁的海叔，而海叔则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，做出回应。缘分这东西很奇妙，海叔收留了上一世对他不闻不问的母亲，而英爱则是在这一世每天都抱着没有血缘的女儿。二人清楚分别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英爱祈求永远也别原谅他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第二天，母女俩坐在草坪上倾诉心里话。 이제라도 행복하게 살아봐야지. 就在这个时候，英爱化作一缕星辰消失在了原地。随着她的离开，海叔愿望清单上的鞋子也消失了。与此同时的人间，英爱结束了长达3个月的濒死体验。镜头一转，海叔走进教堂， 엄마. 小旭也梦见了牧师小哥叫自己妈妈。那么他们3人又存在怎样的纠葛呢？小旭最近总是会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时常会有一个声音呼唤恩浩这个名字，而恩浩就是在天堂的牧师小哥。每当他想靠近孩子的时候，恩浩就会被那个声音叫走，同时梦也戛然而止了。隔天早上，小旭便将这件事告诉给了乐俊。没想到乐俊听到恩浩的名字后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一把掐住小旭的肩膀，不断的逼问为什么会记得这个名字。待得知梦只有这么多后，他就摆出一副像是吃了干椰酸奶的表情。另外一边，牧师小哥竟然对着海叔喊了一声妈妈，因为自从来到这里后，他每天都祈祷能与母亲相遇，而海叔是在长久祈祷后进来的唯一的女性，所以牧师小哥大胆推测，海叔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妈妈。然而煽情的部分都已经铺垫好了，海叔却坦白他从来都没有过小孩。晚上回到家，海叔把牧师小哥的糗样告诉给了丈夫乐俊，并将趣事描述了一遍。好巧不巧，没有孩子那一段刚好被不远处的小旭给听见了。夜里他又做了那个怪梦，这一次他凭借着意志跟上了孩子，然而却震惊地看到呼唤孩子的那个声音竟然是他自己。突然恩浩消失在了原地，这让小旭悲伤的情绪到达了顶点，同时更加确信她就是孩子的母亲。承受不住伤痛的小旭猛地惊醒，他立即找到乐俊，想要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然而话还没问出口，记忆碎片又涌现了出来。不知年代的闹市区，他亲眼看到一个身影强行带走了喊着妈妈的恩浩，而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面露凶相的乐俊。回想到这，小旭惊恐地望向对方，愣是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然而乐俊听到恩浩是他的孩子后，情绪异常的激动，不停地追问凭什么说恩浩是他的孩子，甚至丝毫不顾及小旭发出愤怒的嘶吼。 어디서 들은 거냐고! 小旭随便找了个借口，逃一样的跑回房间，没想到乐俊却追了上来，吓得小旭只好捂住耳朵。在强烈的刺激下，小旭不自主地记起了骇人的一幕。他看到乐俊收了江正九警员递过来的一个信封，结合那年不断的有海外非法收养南朝鲜孤儿的新闻，他更加确信儿子的失踪是被乐俊和江正九联手拐卖的。一想到这，小旭的母爱彻底爆发，敞开卧室的门质问乐俊是不是把他的宝贝儿子给卖了。 우리 은하? 乐俊质问他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，为什么一直提到恩浩这个名字。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更多记忆涌上心头。 도대체 뭐야! 受到惊吓的小旭拿起杯子砸向乐俊，才得以逃脱。至此，小旭逃得不知所踪，而乐俊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与此同时，天堂举办了乐透中奖号码活动，赢得大奖的人可以把中奖彩票号码托梦给在世的亲人。不过，想要获得参赛资格，必须先找到乐透钥匙，钥匙一共分为6把，也就是说预赛资格只有6席。获得资格的6人需要打动观众，得票最高者即为获胜。海叔听后认为没给英爱留下什么，于是拉着牧师小哥组队踏上了寻找钥匙之旅。然而无论是对着中心主任软磨硬泡，还是翻山越岭，就是找不到。眼看席位只剩下了最后一个，他的心别提有多着急了。与此同时，消失了1周的小旭主动找到乐俊，怀疑对方主动示好，其实就是想确认他记得多少。也就是说，从列车救他那一刻开始就知道他是谁。然而乐俊听后态度非常冷漠，如今这般田地，他只求别影响海叔。那对他产生情感的小旭自然是接受不了的。
再一次独自离开了大家的视线。他悲伤地坐在长椅上，忽然瞥见一对经过的情侣，记忆碎片再一次浮现在脑海。他和乐俊曾经也像情侣那样开心过，甚至在那个不知年代的日子里，一起躲在屋檐下避雨，情到深处还相拥亲吻。突然小旭有些迟疑，自己该不会是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吧？夜里牧师见海叔那么执着，便跪在地上真心实意地祈祷，恳求快点让他找到参赛的钥匙。或许是小哥的真诚感动了苍天，亦或者中心主任放水，最后一枚钥匙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他的头上。至此海叔得到了参赛的机会。镜头一转，天堂乐透大赛正式开始了。没想到第一位参赛者讲述完生前的悲惨遭遇后，海叔就指出他不仅有一栋房子，而且还是在市中心，一下就把95的高分拉低到了65。海叔如法炮制，把前4位参赛者的分数都拉低了不少。直至第5位选手出场，她直接表明不想要大奖，只想对丈夫说几句话，因为此刻那人应该身处地狱，她的丈夫就是逃脱者哲信。她想告诉丈夫，来世她还想成为他的妻子，到时换自己来照顾他。妻子一番真挚的发言，让在场所有的观众无不动容。然而就在投票环节的时候，海叔拼命地给牧师小哥使眼色，示意他不要投票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妻子差1分赢得大奖。紧接着轮到了最后一位海叔，可他的一生平淡的犹如肥皂剧似的，听得台下观众不断犯困。眼看成绩即将定格在48分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与此同时，小旭正在傻笑，因为梦里恩浩画了一幅画，还说出了画里的人物的名字，唯独没有讲出妈妈的名字。而他则是坚信他和乐俊生前一定相爱过。对此乐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海叔这边则是使出了杀手锏，让牧师小哥起立配合自己，随后开始讲述他那5岁的悲惨人生。那个冬天，他本应该待在温暖的房间里，吃着妈妈蒸的香甜红薯，却遭到抛弃，一个人在寒冬中发抖。然而主持人打断了海叔，认为虽然这是个惋惜的故事，却跟他的比赛没有什么关系。海叔却说自己要在这里审判那个抛弃牧师小哥的妈妈，因为让一个5岁孩子在寒风中逐渐失去意识，该是一个多么冷酷又绝情的母亲才能做出的事，而他最辜负的还是孩子的心愿。海叔把自己讲成是牧师小哥的妈妈。海叔走下舞台，当众向儿子道了歉，并深情地将他拥入怀中。然而牧师小哥却以为海叔是在演戏，也跟着配合了起来。在2人一番天衣无缝的配合下，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賽。然而大家不要忘了，在天堂是不允许说谎的，也就是说海叔为了骗份的说辞实际上是真的。与此同时，小旭猛地记起， 엄마, 예수. 우리 은호는 나랑 해숙이 아들이라고. 那么海叔与牧师小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小旭又和乐俊有怎样的纠葛呢？比天堂还美丽，小旭的身份终于揭晓，他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，而是海叔遗忘的一丝情感。乐俊从主任口中得知，小旭只是海叔的情绪体。不过人类往往会将最痛苦、最不愿提及的记忆埋藏在潜意识的最深处。海叔的情绪体在他来到天堂后，由于强烈到足以人格化，所以幻化成了人形。想要彻底的消除，必须透过海叔的理解和爱。原来海叔和牧师小哥中完奖后，成了天堂里有名的母子。当然2人以为这个名分是假的。此外，小哥透露了一件事，其实在很早以前，主任就通知他获得了转世的资格。不过5岁就死掉的他对前世的死亡还存在阴影，因此产生恐惧，担心重生后万一还像上一世那样，又不幸的被父母抛弃该怎么办，所以就犹豫的拖到了现在。现如今他想通了，像别人那样过平凡的日子，当个孩子，然后成为某个人的父母。至于这一世的母亲，他由最开始的恨和不想见面，变成了无所谓，不仅怒气消失了，就连心情也平静了。海叔听后一把将牧师小哥拥进怀里，不断的夸赞他做了个正确的决定。与此同时，乐俊告诉了小旭他的真实身份，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刺激，亦或许是本体想起了什么。总之，小旭的记忆发生了紊乱，眼前浮现了3个不同时空的情形。突然，小旭消失在了乐俊的眼前，他一下就反应过来，妻子被困到了记忆的最深处，于是对着家中的镜子不断的呼唤海叔的名字。此时，小旭已经完全地狱化，正一步一步地逼近自己的本体。原来当年海叔带着儿子一起逛街，恩浩忽然被路边的玩具车吸引了，非要缠着妈妈给他买一个。然而海叔用了所有父母都会用的办法。엄마 갈 거야. 海叔走了几步，恩浩依旧没有跟上去，他有些生气，又向前走了几步。然而在想回头去看看孩子的反应时，这才发现人不见了。海叔提高了几个分贝，大声呼唤儿子的名字，然而不管怎么呼唤都没有回应。在那一瞬间他就慌了，同时意识到孩子大概率是丢了，异常后悔刚刚就应该买玩具给他。海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这才想起之前2人曾约定过，如果走散就去镇上唯一的教堂门口去等。结果海叔到了门口依旧没有发现恩浩的身影。镜头一转，夫妻俩来到警局报案。此时海叔特别的自责，认为儿子丢了全都是他的错。时间一晃过去了1个月，由于过度思念，他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。乐俊实在是不忍妻子受苦，每天都到派出所去求负责案件的警员江正九。然而当时走失儿童特别多，再加上江正九的暗示，乐俊就给这个人塞了个红包，
希望人家能在5岁男孩的这个群体多上心。没想到第一次塞钱，江正九却因为少给退了回来。一方面为了儿子，另一方面担心妻子，乐俊迫不得已加大了筹码。而此时海叔已经到了疯魔的地步，误以为丈夫伙同江正九卖掉了他的孩子，于是当街袭击了对方。可没过几天，江正九却辞了职。据其他警员所知，是拿了一大笔钱去夏威夷旅行去了。乐俊这才反应过来被骗了。临离开警局的时候，一位好心的警员叫住了他，提醒有人会将走失的孩子送到福利院换取报酬，而福利院为了补助金，则会把走失儿童上报成孤儿，最终联系外国的养父母，从而赚取佣金。乐俊跑遍了镇上的孤儿院，依旧没有找到恩浩。当天下午，乐俊回去的路上看到了江正九，江正九像做了亏心事般急忙逃跑。乐俊扒在对方的车上想讨要的说法，结果却发生了意外，被疾驰而来的汽车压断双腿。当乐俊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半年后，他不仅发现自己腿失去了知觉，妻子还忘记了失去孩子的事。或许是不希望海叔被痛苦的记忆折磨，亦或许其他的什么原因，总之他再也没提起过。回想到这，小旭掐着海叔的脖子，逼他把儿子还回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原本要转世的牧师小哥突然出现在了面前。미안해. 엄마가 미안해 아가. 엄마, 나한테 미안해하지 마. 原来海叔升气甲走的那天，恩浩刚想追上去，却被行人挡住了视线。凑巧有个穿同款衣服的人，他就跟了过去。结果那人并不是海叔。此时小恩浩已经完全迷了路，但他记得和妈妈的约定，于是来到了教堂门口。然而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流浪狗给吓跑了。这条狗其实就是天堂里的那只京巴，也正因如此完美的错过了与母亲重逢的最后机会。夜里，恩浩再次返回教堂门口，而这次等来的却是黑警江正九。一转头，江正九就把小恩浩卖到了福利院。在领取补助金和联系外国领养家庭的期间，院长将他锁到了没有暖气的仓库里。然而倾盆大雪的天却没关窗，就这样恩浩被冻死了。小旭听了儿子的遭遇后，控制不住的放声大哭，同时他积攒的负能量到达了临界值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。牧师小哥承认，当时他非常冷，非常的痛苦，但现在不想停留在那个时候。如果妈妈的执念还不放开他的话，他将成为那个5岁永远失去妈妈的恩浩。其实牧师小哥的恨，早在跟老年海叔相处的时候就淡化了。他每天都祈求能见到妈妈，见到后最想说的是对不起。如果没有缠着海叔要玩具，如果能勇敢一点遵守在教堂等待的约定，他的母亲也不会过得那么辛苦。牧师小哥拉起小旭的手，坦白直到现在为止都无法忘记待在仓库的那个寒冷的夜晚，但更难忘记的是妈妈抱着他温暖的怀抱。听到这句话，海叔最不愿提及的情绪化作一阵星光，消散在了众人的眼前。乐俊叫恩浩再多留几天，一家人叙旧，但恩浩却跟父母说这辈子他们就到此为止了，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会以不同的面貌再次见面，而且还会认得彼此，因为他们是一家人。韩剧比天堂还美丽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海叔在天堂工作组的帮助下走进了女儿英爱的梦境。他的时间非常有限，必须赶在孩子醒来以前将下一期乐透的号码告诉对方。原本英爱还想酗酒，海叔立即打断了他，要他把下一期乐透号码记下来。378443。然而英爱从小就对数字不敏感，尽管海叔重复了很多次，他也没怎么记明白。此时托梦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海叔只好最后重复一遍中奖号码。随着最后一个号码讲出口，英爱也从梦中醒了过来。几天之后，天堂主任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海叔获得了转世的资格，同时乐俊也会再一次同他一起转世。相信大家已经听出来，这不是夫妻俩第一次轮回了。主任将前几世的回忆递给了乐俊，他仔细的看完后有种说不出的难过。当天下午，天堂电视台得知2人即将转世的消息，特地邀请这对模范夫妻参加一档真人秀。海叔听后格外的开心，但丈夫乐俊却有些迟疑，并表示还没做好转世的准备。海叔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这样想，他在天堂不仅见到了妈妈和婆婆，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，解决了这辈子的所有烦恼。接下去他只想和乐俊一起转世，重新开始新的人生。最终乐俊明白了妻子的心意，不仅同意一起拍真人秀，还答应海叔一块转世。然而这个男人却再一次骗了妻子。转世的当天，他坦白了一切。中心主任透露过，这一世是2人第23次成为夫妻，他觉得是时候结束彼此的关系了。乐俊认为自己纠缠海叔太久了，而且每一世他都会让海叔受苦，每一世他都想对海叔更好一点，但一切总不尽人意。乐俊认为或许是因为这个执念，所以才害得妻子每一世都跟着他受苦，但下一世他想让海叔过上不一样的生活，一个没有他的人生。海叔听后望向了转世的大门，在明知道答案的前提下，反复确定过去了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乐俊了。 그래야지. 당신 정말 수고 많았어. 나 만나서 고생했고. 当海叔抬起头，乐俊已经不见了，他仿佛丢了一样最珍贵的东西，无论怎么哭就是忘不掉的那种。海叔在原地站了许久，或许是哭干了眼泪，亦或许是习惯了悲伤，无奈他只能独自一人走向了轮回之门。无数个幸福的瞬间在脑中不断的闪回，最终恋恋不舍地开启了下一世的人生。当天夜里，乐俊看了那档真人秀，主持人问下一世还想和他成为夫妻吗？
海叔不假思索地回答想，虽然丈夫不怎么会疼人，下半辈子也都躺在床上需要照顾，但他就是自己的唯一。此外，海叔认为乐俊的想法跟他一样，在他快死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坚信丈夫会来接他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00年，海叔的生命再一次到了尽头。这一世他是位演员，并且终身未嫁，来送行的都是他的学生。突然一阵强光照到病房，当上了天堂主任的乐俊来到了他的身边。 당신 없이는 안 되겠어. 나 番外1：灵魂在转世时，有些会带着前世的记忆。这个小女孩就是带着前世的记忆转世。她恳求乐俊等她见到女儿后再删除她的记忆。天堂使者的工作包括删除这些记忆，维护人间的稳定。最终，乐俊不仅让小女孩和她前世的女儿见面，还让她对女儿嘘寒问暖。但女儿感觉很奇怪，但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按照约定，乐俊这才删除了小女孩的记忆。番外2：海叔在参加天堂真人秀时表示过，他下意识想当一名演员，尝试不同的角色，那种感觉就像重生一样。番外3：因爱带着海叔托梦的中奖号码来到彩票店，就在他打算买的时候，忽然被借债人给吸引了，导致没有投注。就这样，他跟19亿奖金擦肩而过，但却在追债的过程中，意外的和借债人收获一段爱情。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帅哥美女的陪伴与支持，咱们下部电视剧再见。